大家好，我是基丁。本期我们接着讲《一拳超人》原作版的故事。上回说到，童帝、超豪级黑光以及金属球棒跳槽到了新组织 New Heroes。King 一边也找到了帮古，想让他教自己武术，却没想被到处踢皮球，谁也不敢教他。而最为离谱的还得是奇遇一边，闪光 Flash 竟然找上门来，想让奇遇做他的弟子，不然就打一架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英雄协会第3训练场内 ，Flash 带着奇遇过来，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秃子。限时30分钟，我不使用武器，只要你能击中我一下，就算你赢。要是你输了的话，就要听从我的安排。那么开始，话还没说完，奇遇的脸就已经到了跟前。Flash 条件反射般往后一撤，径直撤出了10来米才停下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刚才差点就没反应过来，奇遇和那些敌人不一样，一点气势都没有，反倒令他疏忽了。不过一想到奇遇可是和饿狼正面交锋过的，虽然那会儿饿狼已经被其他人消耗过体力了，但还是不能大意。哼，刚才这大胆的奇袭战术值得表扬，但你也错失了唯一的机会，因为接下来该轮到我出手了。摆好了架势，正准备动手，可下一秒，奇遇的拳头不知何时又到了眼前，一道残影闪过，Flash像个陀螺般闪到了奇遇身后。等奇遇转过头时，已经被无数的残影困在了中央，接着是密密麻麻的手掌拍了过来，在奇遇身前形成了一道密集的拳影，遮挡了视线。而真正的杀招其实是在后面。一记青蓝拳打在奇遇背上，等奇遇转过头来时 ，Flash 已经收招跳到了头上，又是一记锋刃脚踹在奇遇脑门上。可他万万没料到，这一脚竟然被奇遇用脖子就给夹住了。既然如此 ，Flash 顺势发力，一招龙吐脚踢在了奇遇脖子上。抽回脚后 ，Flash 又用披风挡住了奇遇的视野。待奇遇撇开了披风后，才看清 Flash 已经蓄势待发，手掌宛如一个盛开的花朵，一掌就拍在了奇遇胸膛上。此招名为陨月掌。不愧是需要蓄力的招式，竟然将奇遇都击退了数米，但也仅仅是如此而已。奇遇反倒是吐槽道：“你这样撑得住30分钟吗？看你满头都是汗呢。”但 Flash 很清楚，他头上的汗其实是因为兴奋而产生的冷汗。接下来就要出绝招了，长命已久的招牌技能闪光拳，一瞬之间，无数的拳头在奇遇身上炸开，炸裂的拳头甚至让周围都产生了雾气。糟了，一不留神就变成了我死里打了。奇遇，你没事吧？真是抱歉，用力过头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见奇遇表示：“我没问题啊。” Flash 镜头一紧，看样子他是多虑了，毕竟这家伙之前可是徒手接过他的闪光斩。既然这样 ，Flash 决定还是真刀真枪的打，毕竟之后的指导也要这样实战。见 Flash 抽出了刀，奇遇心里想着，早知道就带个苍蝇拍什么的来了。而这时被奇遇叫去买胶带的杰诺斯回来了，立马就感受到了附近有2个高速移动的反应，于是他也来到了训练场外，发现这果然是奇遇老师在和人决斗。训练场内，奇遇和 Flash 的比斗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单方面的追逐赛。Flash 拔出刀来还没用过呢，怎么也摆脱不了奇遇的追赶。无奈间，他只得又用出了披风障眼法，终于找到了出手的机会，抬手就是闪光斩。他化为一道残影从奇遇身侧掠过，可下一秒就瞪大了眼，只见奇遇竟然用嘴就接住了他的闪光斩，并且又折断了他的刀。Flash 神色逐渐暗淡了下来，身影突然消失，伴随着奇遇眼珠子转动 ，Flash 一瞬间出现在身侧，两人又开始了追逐战。没料到就中奇遇真暗器，被奇遇以诡异的姿势全部躲掉了。接着直击喉咙的手里剑也被奇遇2指夹住 ，Flash 的身影再次出现，速度快到途经之处都响起了爆炸声。可奇遇还是一如既往的伸出手抓紧了 Flash， 只抓到一道残影，接着便出现在身后。但与此同时，奇遇也瞬间出现在了 Flash 身后，随后两人的身影化作2道流光，是越来越快。就在这时 ，Flash 没注意，直接撞在了墙壁上。他这才恍然，自己已经被奇遇逼至了墙角，无路可躲了。奇遇的拳头径直挥了过来，就在 Flash 已经目光呆滞认命了时，杰诺斯突然叫停了奇遇 ，Flash 这下才是真的满头冷汗了。只见杰诺斯说道：“很抱歉打扰老师您，知道弟子，怪人警报拉响了。”原来是附近突然出现了3名诡计怪人，他们离现场比较近，所以得赶过去帮忙。奇遇倒是无所谓的表示：“那就走呗。”但 Flash 却突然说道：“结果你的攻击还是没能打中我，那么这场比赛是我赢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将会指导你训练，做好心理准备吧，奇遇。”奇遇还没开口，杰诺斯就忍不住说道：“就凭你还想指导老师？从你身上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。”Flash 一听更来劲儿的表示：“奇遇是你的老师的话，那我就是你的师尊。”杰诺斯实在忍不住向奇遇请求动手，但奇遇却根本不在意。首要任务是去消灭怪人，若想打的话，下次再说，别再妨碍我们的英雄活动了。那个谁来着？算了，走吧，杰诺斯。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 ，Flash 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打了半天，奇遇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吗？而此刻，3名诡计怪人所在点，在奇遇几人还没赶到前，有2名 A 级和1名 B 级英雄在拼死抵抗着。这3只体型庞大、头身机甲的诡计怪人，是在网络上被嘲笑过头而怪人化的网上冲浪者。已经精疲力尽的几名英雄，这时突然瞅见街边上冒出个路人来，赶紧让他快逃，这里不是普通人能待的地方。话刚说完，就被怪人打翻在地。而那个黑衣路人可不是普通人，正是失踪已久的孤高忍者索尼克。在打倒英雄后，怪人的目标便转向了索尼克。一直黑着脸的索尼克表示不用在意他，他只是来等人的。冲浪者们可不吃这套，像这种只会隔岸观火的网民，他们最讨厌了。说着就准备动手干掉索尼克。可就在这时，街头传来了脚步声，索尼克等待的正主奇遇终于来了。
索尼克接着的帽子，奇遇一下子就想起来了，这货好像找过他好几次麻烦呢。可突然间，索尼克看见了奇遇身旁的 Flash， 两人四目相对。一瞬间，索尼克头发都飘起来了，说道：“奇遇，你为什么会和这家伙在一起？” Flash 似乎也认识索尼克，只有杰诺斯还傻乎乎地问奇遇：“难道这次灾害警报是因为那家伙吗？”奇遇表示：“应该只是碰巧碰到了吧。”几人想法不一，索尼克认为奇遇是不敢和他1对1，杰诺斯则表示干脆一块干掉算了。Flash 也插嘴道：“都放着让他来。”这时候被夹在中间的怪人不乐意了，居然敢无视他们，就这样聊起来了，都给我去死！话一落下的瞬间，索尼克、杰诺斯和 Flash 瞬间化为残影。下一刻，就见杰诺斯摘下了一只怪人的脑袋 ，Flash 则两军干掉了另外2只怪人，而索尼克在他们之前就因为偷袭奇遇被砸进了地里。完事后，3人聚在了一块。Flash 表示他很意外，索尼克竟然不是来针对他，而是奇遇。奇遇则表示那家伙好像已经来过3、4次了。一旁的杰诺斯纠正道：“就他所知道的，至少就有6次。”然而他们俩都错了，这一次是索尼克第14次挑战奇遇。无论他怎么变强，似乎都看不到希望。还有更奇怪的是，那个家伙居然会和奇遇在一起。另一边，奇遇问 Flash：“ 他和索尼克是朋友吗？” Flash 摇了摇头，表示他们是修行时期的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他猛然意识到，索尼克竟然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居然让奇遇记住了他的名字。想到这 ，Flash 便决定好好来聊一聊他和索尼克之间的恩怨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原作版第13篇的全部内容了。下一篇故事将开启全新的篇章——忍者篇，培养出了 Flash 和索尼克以及疾风夜火的忍者村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记赞加关注哦！我是青，我们下期见。